最近一场在深圳举行的投资者会议上，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一番话，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他通过对各省区域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目前中国累计有高达4700万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按照彭博社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测算，这相当于2023年中国整个城镇劳动力的1/10都找不到正经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高善文发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后疫情时代，一个地区的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反而越慢；人口结构越老龄化的省份，消费增长反而越快。这完全颠覆了传统认知。用他的话说，当下中国社会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乾坤颠倒的怪现象？高善文解释说，这反映出年轻人对未来丧失信心，而退休人员由于养老金收入相对稳定，反而成了消费主力。他特别指出，疫情前后的数据对比非常惊人，疫情之前，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甚至消费增速还略快一些，但疫情之后，消费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速。这位经济学家甚至大胆推测，过去3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被高估了整整10个百分点。他说，如果把中国经济增速每年下修3个百分点，所有的数据就都能对得上了。这番言论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当局极力压制经济负面言论的大背景下，高善文的演讲能公开传播，确实不同寻常。一位网民感叹，文章可以发出来真是不容易。要知道，早在2021年8月，中国网信办就下令禁止社交媒体发布歪曲解读宏观经济数据的帖子，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被直接警告不得质疑官方数据。这次演讲揭露的问题远不止于此。高善文指出了官方数据中的诸多矛盾，要么是消费增速被低估，要么是经济增速被高估，因为在其他科目中完全看不到能解释这种差异的因素。更让人费解的是，如果相信就业数据，那经济增速就明显偏高；如果认定经济增速准确，那就业数据就实在太低。这些疑点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可能比官方承认的要糟糕得多。那4700万找不到正常工作的劳动力，要么返乡种地，要么在家蹲，要么打零工开网约车，正是因为他们游离于正规就业体系之外，才没有被计入官方的失业统计。这种统计数据的美化手法并不罕见。今年中国统计局就因为青年失业率连创新高，而干脆停止发布相关数据，转而使用一个将学生排除在外的新指标。但即便如此，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些种种迹象都在诉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年轻人正在逐渐失去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就在高善文的演讲引发轩然大波之际，一个更具震撼性的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美国政府将在本周启动3年来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第3轮出口管制。这次打击的力度和广度都远超预期，一次性将多达140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黑名单，堪称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最大转变。这份制裁名单涵盖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几乎所有重要环节，从上游的芯片设备制造商如北方华创、拓晶科技、新凯来技术，到下游的芯片生产商如青岛新恩、深圳鹏新旭，甚至连专门从事芯片投资的私募基金智道资本和科技公司文泰科技也未能幸免。这些企业今后想要从美国供应商那里获得任何产品或服务，都必须事先申请特别许可。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次管制措施不仅限制24种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和3种关键软件工具的出口，还首次将高带宽内存芯片纳入管控范围。这意味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可能遭遇重大挫折，因为 HBM 芯片是 AI 运算的核心组件之一。制裁范围的扩大也波及到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虽然中芯国际早在2020年就被列入实体清单，但此前美国还允许向其发放数十亿美元的供货许可。而这次的新规则将进一步收紧这些许可，可能导致中芯国际的产能严重受限。更令北京头疼的是，这次的制裁是美国与荷兰、日本等盟友多轮谈判后达成的共识。虽然荷兰和日本的企业获得了豁免，但来自以色列、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芯片设备都将受到新规限制。这表明美国正在构建一个更加紧密的芯片联盟，试图全方位切断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渠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的举措表示强烈谴责，称这严重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干扰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但在实际应对措施上，中国似乎也只能采取有限的反制，比如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锑等芯片制造的关键原材料，以及加强对石墨等两用物品出口的管控。然而，这种反制措施的实际效果恐怕十分有限。因为美国及其盟友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实在太大，即便掌握了部分原材料的供应，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正如一位业内专家所说，这就像是在建造一座大楼，美国控制着图纸、技术和核心设备，而中国只能提供一些基础建材。没有图纸和设备，光有材料也建不起来。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企业纷纷表示要加快供应链本地化，声称由于近期已经努力囤积了设备库存，短期内还能维持生产。但长期来看，随着库存的消耗和技术的迭代升级，这些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毕竟在芯片这个技术更新极快的领域，落后就意味着出局。把高善文的经济分析和美国的芯片禁令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能明白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到底有多严重。一方面是4700万人找不到正经工作，年轻人丧失消费信心；另一方面是高科技产业遭受重创，140家企业被列入美国黑名单。这两记重拳打在了中国经济最脆弱的地方，内需和科技创新。让我们先深入分析一下就业困境背后的连锁反应。4700万人的隐性失业绝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意味着近5000万个家庭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受到影响。如果按照每个就业者月均收入5000元计算，这就相当于每个月有2350亿元的收入损失，一年下来就是2.82万亿元，约占中国 GDP 的2%。这还没有计算这些收入损失带来的消费乘数效应。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口红利的加速消退。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2.8亿，占总人口的 19.8%。而在高善文的分析中，恰恰是这些老年人群体在带动消费。这种老人花钱、年轻人存钱的怪现象，实际上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人口负债的困境。在科技领域，美国的芯片禁令无疑是一记重击。据专业机构估算，被制裁的140家中国企业2023年的营业总收入超过2万亿元。如果这些企业因为制裁而业务萎缩 20%， 那就意味着4000亿元的直接损失。但更可怕的是，长期影响没有了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发展将严重受阻。
有分析师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症状，人力成本上升，却无法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以芯片产业为例，一条14纳米生产线的投资就需要数百亿元，如果设备受限，人才流失，这些投资很可能打水漂。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投资收益率下降，企业裁员、降薪，消费萎缩，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回到高善文提到的 GDP 增速可能被高估10个百分点这个判断，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就意味着中国实际经济增速可能已经降到了2%至3%的水平。这个增速甚至无法满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更不用说改善民生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哪里？恐怕很难再依靠过去那种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了。但要转向内需驱动，又面临着4700万人找不到工作，年轻人丧失消费信心的困境。要突破科技封锁，又缺乏关键的人才和设备。这些看似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编织成了一张大网，让中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而是它已经在硬着陆的过程中了。面对这样的局面，掩耳盗铃式的修改统计口径，压制负面言论，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唯有正视问题，找准症结，才有可能走出困境。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的转变恐怕很难实现。